咁一個默默耕耘嘅牌子啊，冇大財團嘅控制啊，AirDocs 經營踏入咗第140年啦，1884年創立去到今日啦，以一個獨立運作嘅牌子嚟講，一啲都唔簡單啦。嗱，想象一下，要經歷過一戰啊、二戰啊，甚至乎石英危機，依家更加受到咗智能手錶嘅強勁夾攻啊，都一樣可以經歷到啊。嗱，證明呢個牌子呢，一啲都唔簡單啊，自己都曾經買過一隻嘅，依家都開心使用緊啊！我哋 Watch Catalog 更加之前介紹過2集嘅 AirDocs， 想知多啲呢，可以重溫翻噶。咁香港嘅錶迷呢，可能係未必知道喎，其實 AirDocs 咧喺日本嘅市場呢，都幾有知名度噶，又有專門店啦，又多特別版喎。嗱，日本人呢，睇慣靚嘢嘅，咁所以我哋呢，都要相信翻日本人欣賞翻 AirDocs 嘅眼光。嗱，如果你講日本人嘅美學呢，可以大膽咁假設啊，應該係全世界最勁嘅一個民族啊！去過日本旅行嘅人都知道，就算喺日本嘅一啲鄉村嘅城市呢，可能從一個80歲嘅老人家呢手上面接到一個傳單，都唔會太醜樣嘅，甚至乎可能已經靚過香港90成嘅傳單噶啦。呢個就係日本人對美學嘅追求，好多手錶嘅日本版都一樣，特別之靚嘅。AirDocs 其實係一隻 Neptunian 嘅日本版，個巴的呢就喺左邊，冇日期嘅一個版本。嗱，單睇相呢，其實都覺得好靚好靚噶啦，唔知道之後有冇機會睇到呢隻嘅實物呢？咁而另外呢 CO1 嘅系列呢，喺日本都好 hit 嘅。特別是係幾年前推出嘅一個 Carbon 嘅殼啦，因為當年一推出呢，可能定價2萬零蚊嘅啫，折完呢，可能2萬頭嘅啫，平絕咗成個市場啊！香港都一直缺貨。其實之前介紹 AirDocs 嘅時候呢，我都想問代理有冇得借一隻嚟拍呢？但係代理嘅回覆呢，就係一直都冇貨可以拍嘅，皆因呢一個 Carbon 嘅殼呢，其實好難啲生產。咁卒之等咗好耐啦，等到真係出翻新款啦，今年先至有機會再借嚟拍啦。嗱，錯過咗今日呢個拍攝機會呢，可能又唔知要等幾耐先拍到啦。嗱，CO1 呢，其實就大約喺2006年啦，喺2007年左右嘅時候呢，為一個水上賽艇運動呢所推出嘅，算係水上面嘅 Formula One 啦。嗱，AirDocs 係一個潛水錶嘅牌子，贊助翻同水有關嘅活動呢，非常之貼切嘅。咁自此呢 CO1 呢亦都成為咗 AirDocs 好好賣嘅一個系列啦。嗱，唔難理解外國人呢都好中意呢一種設計嘅風格噶。我覺得呢有啲似 Tag Heuer 嘅嗰種啊，咁一樣呢，好多外國人都好中意 Tag Heuer 嘅，即係港澳地區啊或者中港澳嘅地區呢，比較中意翻傳統潛水錶嘅嗰個樣啫。而今日呢，就借咗好多隻 AirDocs 啦，包括埋呢一個咁巨型嘅盒嘅，阿代理都想我拍一拍佢嘅。嗱，我攞過關嘅時候呢，都真心有啲擔心，會海關會唔會查問嘅呢？嗱，真正澳門個海關啊，而唔係屋企嗰個。我屋企嗰個呢都冇晒感覺噶啦，俾我搞到。咁當中有3隻嘅 CO1 系列啦，2隻最新復刻版嘅 Sportsman， 1隻嘅 Delphin， 2隻都係傳說中嘅 Carbon 嘅殼嘅。1隻呢就有 Bezel Lock 嘅鋼殼，咁呢啲都係算係140週年嘅新款啦。嗱，傳說中嘅 Carbon 殼終於都見到實物啦。值得留意嘅呢，佢唔係成隻都係 Carbon 嘅，而係類似一個 casing 嘅做法。咁呢個 Carbon 呢，就分件咁呢包住咗呢個不鏽鋼嘅內殼嘅。個好處就係分開咗啲組件啦。嗱，萬一有其中一件爛咗呢，其實都可以單獨咁維修嘅。咁有啲錶殼呢係成個 casing 咁去做嘅，其實都唔錯啊。但係呢，再分件咁去做呢，確實呢真係比較少見，亦都比較實用嘅。新錶呢一款呢，加入咗一個陶瓷圈嘅選擇啦。嗱，值得留意嘅啦，亦都係啦，Bezel 圈呢就唔係平時見慣嘅 ceramic insert， 而係一整嚿呢都係陶瓷嚟嘅。咁暫時坊間呢就唔係好多牌子有咁樣做啦。就算啦 Chanel 嘅 J12 呢做咗陶瓷錶都20年左右啦，都仲係用緊一個 ceramic insert 嘅。對我呢個咁中意陶瓷錶嘅人嚟講呢，有追求完美呢 ceramic insert 呢總係覺得好似唔夠完美咁，爭一啲啲。咁至於呢一隻呢，就係一個灰面啦，加一啲橙色嘅 details 啦，一樣有經典 CO1 嘅 dial 啦。咩意思呢？就即係個 index 嘅1點鐘呢，就用咗一個1字嘅，其餘都係一個 index 啦。咁啊，不過 CO1 呢都係以 45mm 為主啦，加上一個 SW500 嘅呢一個機芯啦，都會有翻一定嘅體積嘅。嗱，有個意想不到嘅地方呢，就係嗰個機芯呢，
竟然部分做咗金色添，但係佢又唔係全個機芯做晒金色，部分呢，佢都係留翻銀色嘅，令到見慣見熟嘅呢個 SW500嘅機芯呢，突然間有一份新鮮感，亦都增添咗一啲高檔嘅感覺添。而至於 Carbon 殼呢，暫時真係冇太多入門嘅牌子去做啦。而呢一個 Carbon 嘅紋路呢，你見到係一層一層好 even 咁樣，好平均咁高壓出嚟嘅，工序上呢都唔容易嘅。同類嘅價位基本上我諗只有 AirDocs 會提供到呢一款 Carbon 嘅款式啦，即係一層層呢個做法啦。定價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咧都係3萬港幣到嘅啫，折完咗之後咧其實都係2萬鬆啲，2萬頭。而一個2萬蚊可以買到一個 Carbon 殼加一個 Ceramic Bezel 嚟玩呢，其實 Swatch Group 嘅嗰啲入門嘅牌子啦，計時嘅鋼殼都可能已經講緊16000蚊起跳啦。咁其實以 AirDocs 嘅做工咧，絕對唔差嘅。嗱，如果你要問我咧，接近邊個牌子嘅 level 咧？我第一個時間諗咧，其實都幾接近 TAG Heuer個水平噶啦，嗰個做工噶啦。但係唔好忘記，AirDocs 平過 TAG Heuer，我諗超過一半以上啦。咁另外亦都當然有翻以前嘅一個 Carbon 嘅 Bezel 選擇啦。嗱，呢個就有翻一個藍色 Carbon 嘅標盤嘅，比較穩重一啲，但係又相對咧襟睇一啲。個 Bezel 圈咧，嗱，你見到一樣都係壓出嚟嘅，但係壓嗰個紋咧，嗰個距離咧，同個殼咧有明顯嘅分別嘅。個價錢就同陶瓷圈一樣啦，你就會點樣揀呢？雖然我比較中意陶瓷，不過咧呢隻睇落咧全隻 Carbon 咧又幾靚嘅，咁真係幾難揀嘅呢度。咁另外 Zero-One 嘅第3隻咧，鋼殼加一個陶瓷圈，漸變藍色嘅一個標盤啦。呢款最特別嘅咧，當然就多咗呢一個 Bezel Lock 嘅功能啦。本身已經係一個單向嘅潛水圈啦，再加多一個 Lock，你話幾穩陣，雙重嘅保險。或者呢度都好快示範下陶瓷圈嘅作用啦。可能好多人都未必知道，將個陶瓷圈12點嘅呢個倒三角扭到依家分針嗰個位置。咁例如呢個情況啦，搭住15分鐘嘅呢個位置啦，對準扭完咗之後呢，再加上呢個 Bezel Lock，咁你就可以潛落水噶啦。而一般嘅氧氣樽啦，潛水氧氣樽大概都係得15至20分鐘嘅時間，咁所以通常你見到 Bezel 嗰個刻度呢，都係得15至20分鐘嘅啫。咁單向扭嘅 Bezel 呢，本身嘅作用就係防止你唔小心咁順時針咁扭咗嘅，會令到你以為仲有氧氣嘅時間，咁其實係非常之危險嘅呢一個動作。咁所以呢，單向逆時針嘅 Bezel 呢，確保你只可以逆時針咁扭嘅啫。就算你唔小心喺水入邊呢，唔小心扭咗呢，你最多都係提早上水嘅啫。咁而有埋呢個 Bezel Lock 呢，咁我諗你都幾難會唔小心扭到呢一個 Bezel啦。咁手錶其餘嘅 spec 其實就同之前嗰兩隻呢都相若嘅，價錢亦都會係平一啲咯，真係平少少嘅啫。而跟住落嚟嘅呢款呢，我諗好多錶迷都會有興趣留意嘅，就係為140週年而推出嘅。等陣間亦都會證明到呢樣嘢啦。近乎完美復刻翻1972年所推出嘅 Sportsman 噶啦。新款就叫做 BMW 啦 M Motorsport for New AirDocs Sportsman 嘅，個名好長啊。視覺上呢，其實已經有90%接近翻原本噶啦。嗰邊一成唔接近呢？大家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啦，自己 search 一下啦。好靚嘅一隻。特別是係一個冇日期嘅槍啦，因為做翻以前嘅樣啊嘛。以 AirDocs 嚟講，我諗近年嚟都算係話題之作噶啦呢一隻。講一個秘密俾你知啊，藍面同灰面呢，各自限量600隻嘅，但係推出呢，唔夠1年呢，其實全球已經賣咗好多隻噶啦，剩翻一個好少嘅數量。特別是呢個藍面啊，好少數量嘅得翻。咁因為原本嗰隻始終都係藍色噶嘛，咁新嘅一隻呢就41mm啦，比較符合翻現代嘅要求啦。原本嘅嗰隻就應該大約38mm左右啦。呢一個呢有一個非常之70年代嘅鮑魚殼嘅，嗰個年代嘅手錶呢實在太多呢一個殼型噶啦，一樣有翻一個好復古味道嘅 Dome Sapphire 啦。點解講呢一種感覺好復古呢？係因為以前嘅人類呢仲未研發到呢個藍寶石，只可以用一個類似膠嘅材質啦，技術所限，亦都唔可以做到太薄，咁所以好厚嘅膠呢突出咗個錶殼，好獨特嘅一個視覺效果呢，反而令到而家嘅錶迷呢愛上咗嘅，做翻呢個效果出嚟。而個機芯就係 SW510啦，咁所以又係啦，避免唔到隻手錶呢都係比較會厚少少嘅。不過今次呢就冇做到一個金色夾板嘅處理啦。只要攞翻頭先嗰隻比較一下呢，你就會明白個頭先所講嘅啦，金色嗰個組合呢其實都幾靚嘅。留意翻一下嗰個 Volta 啦，個擺輪啦，
原來呢都係 engrave 咗 AirDots 由1884年至到2024年嘅呢個 logo 嘅。咁而今次嘅呢個復刻嘅錶款呢，更加係同 BMW M Sport 合作嘅一隻。咁啊，復刻錶又同一個牌子合作呢，就真係比較少見嘅。如果你問我，咁所以個錶盒呢亦都特別一啲嘅。咁而呢度每一隻呢，佢本身又跟咗鋼帶啦，咁啊另外再送多一條呢，有圓形窿嘅一個賽車風格嘅皮帶。咁點解叫做賽車風格呢？呢類型嘅皮帶，因為呢啲圓形嘅窿呢可以散熱嘅。咁大家都知道賽車呢其實喺陸地度發生嘅，夏天嘅時候呢係可以好熱好熱嘅。咁啊定價方面呢，其實呢一隻呢同頭先嗰隻 CO1 嗰隻呢都係港幣3萬蚊左右啦，折咗一樣都係2萬蚊出頭，買到呢一個風格都唔錯嘅選擇。又舉一個例子啦，嗱，以 Swatch Group 入門嘅牌子啦 Tissot 為例啦。Heritage 系列呢有一隻類似呢個風格嘅啦，揾到叫做1973嘅一隻啦。嗱，睇一睇官網呢，哇，原來個定價都加價加到去17,950蚊噶啦。咁當然你會話啦，你 AirDots 係計咗打折之後 ，Tissot 係打折之前。咁喺呢度其實我都係想俾你一個參考啫。咁啊，最後都好快咁介紹一下 AirDots 嘅 Royal Oak 啦。嗱，Delphin 系列嘅一隻。我一直都覺得 Delphin 個系列咧係唔差嘅，完全係俾人低估咗嘅一隻平民版嘅 Royal Oak 嚟嘅。所以我自己呢，唔係得個講字㗎，我自己都買咗隻 Delphin 嘅，因為中意嗰個銀黑色嘅配色，比較接近黑白色啦。咁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，一直都好滿意。通常呢 weekend 都係戴住佢嘅。冇咩壓力啦，鋼帶錶呢又非常之襟用。呢款嘅新款嘅話呢，咁啊主要嗰個 bezel 嗰個圈呢更加之有層次感。以及嗰個錶帶嘅設計呢，同之前嘅 Delphin 都有啲唔同，都係 integrated bracelet 嘅做法嘅。43mm 嘅錶頸啦，戴上去其實都還好嘅。如果有機會出翻細啲呢，我諗就更加之完美啦。其實你見到個做工呢，真係唔差㗎。折咗之後呢，其實呢隻錶都講緊8000零蚊，性價比絕對係爆燈，8000幾蚊買到一個咁嘅款，Swiss made 喎。成個設計味嗰個味道好強烈嘅款式。暫時咧就真係冇太多人嘅認識佢啦。反而我就係中意咁樣，冇乜人識咧，我又戴得幾開心。甚至乎咧將佢放喺 Royal Oak 同埋艾美嘅 Icon 隔離咧，我個人都會覺得唔係太失禮嘅呢度。好啦，咁啊錶就睇晒啦，6隻錶。咁啊一直都覺得 AirDots 咧以及一啲冇太財團嘅獨立牌子咧，都面對住差唔多嘅問題。咁我自己都拍過唔少呢啲獨立嘅牌子啦，佢哋普遍都係缺乏翻集團式嘅經營啦，自然嗰個資源上咧亦都比較少，知名度偏低都係一個通病嚟嘅，就更加需要我哋呢類型嘅 online 媒體咧去幫手介紹一下啦，俾更加多人知道。咁所以下次你經過錶鋪咧，記得佢哋其實係一個好唔錯嘅一個牌子嚟嘅，個做工啊整體都唔錯，順便都睇一睇實物啦，可能有一個意想不到嘅體驗添。咁 AirDots 嘅銷售點都算唔少啦，香港主要呢就有以下呢幾個嘅。好啦，咁啊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